萧旭晨为了自保，不断的强调马英九忘记了，他讲过很多的话，做过很多的承诺，他都忘记了。而萧旭晨这个不断的强调马英九忘记了，就凸显了马英九办公室一个不能说的秘密，那就是马英九是不是已经有失智的倾向？马英九如果这个有失智的倾向，他已经失智多久了？而这个事情也让整个社会非常的震惊，因为马英九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非常喜欢的运动，他也非常的自律。如果连马英九都有可能这个失智，都有可能有阿兹海默症的话，以他这样的人都可能这样子，你跟我有可能躲过阿兹海默症的毒手吗？那阿兹海默症对所有人来讲，那真的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吗？好，在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在医界里面有医界的福尔摩斯之称的元鼎诊所的曾清源院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院长你好。宝杰好，全国观众大家好。好，院长，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很吓到，就是说马英九现在传出还有失智，是因为他的幕僚说你跟我承诺的事情你都忘记了，而且你就会注意到说马英九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出现，连他非常喜欢的写春联公布，连他1月13号到蒋经国的这个陵寝头寮去这个那个谒陵他都没有，所以他就会打一个问号说他到底怎么了？所以大家非常的惊讶是说，连马英九这样的人，他这么健康，然后他这么爱运动，他长跑，他游泳，甚至之前的台大院长也是这样子。如果连他们都没有办法躲过阿兹海默症的话，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非常危险？难道阿兹海默症是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个疾病吗？哦，不是这样子啊。那个阿兹海默哈，我们会讲的简单一点，叫失智好了。是，因为阿兹海默是失智里面的一种了哈，只是最常见而已。好，那失智呢？哦，那个它的发生原因就是说，就是说该做对的事情你要做对，哦，不该做错的事情你不要做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它原因很多了哈。那个医学里那个最近的期刊有那个分析出来，大概有14个原因，14个原因哈。像比如刚刚讲说，他日理万机，常常动头脑，对不对？对。哦，这是好处。假设你有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减少失智的风险20%。啊，那很好。他们刚刚你讲的那2位名人，他们都是日理万机嘛，哈。是。OK， 这很好，这是做对的事情。那运动有帮助哦。那个我们这个科学上有研究是说，你如果说做这个中等到强度的运动，每个星期做35分钟的话，你可以减少40%。每个星期做35分钟，还是每天要做35分钟？每个星期35，一个星期35分钟。对，是这么少，但是必须持续了哈。但是你如果是做到140分钟的话，没有哈，那么就可以减少到70%左右。是所以说这个是对的事情啊，对的事情。但是呢，某些错的事情，你要回避，对的事情并不能够完全弥补错的事情啊。对，譬如说你血压有没有控制好？你血糖有没有控制好？对，你的基因型不对，那你有没有特别小心？等等之类的。比如说还有说，你睡眠有没有睡好？对，还是你睡眠是靠安眠药等等。所以说，你把对的事情做对了，那是很好。但是错的事情你不能做。其实我就有资产负债。那我要增加我的资产，第一个是我要动脑，我要学习，我要这个刺激我的反应，然后呢，我要运动，然后让我的身体活化，这是我的资产。可是我有很多的这个资产负债，负债的话，你刚刚讲的，我的血压会影响，我的血糖会影响。你曾经提过，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这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身体慢性发炎的过程，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得到了阿兹海默或是得到失智症之前，你的身体其实已经超负荷了，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发炎当中，是吗？是没错这个慢性发炎，我们一般想到发炎就想到说我什么地方红起来啦，有长脓泡啦，什么是那个叫急性发炎。我们要讲的不是急性发炎，是慢性发炎。所以慢性发炎呢，它当然是我们可想而知嘛，跟一些病菌嘛、那个毒素有关系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体内的东西造成发炎比如说压力。比如说血糖太高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的蛋白质变性，对，那这变性蛋白质会让我们发炎，那这种发炎就是好像是温水在这边煮青蛙温对那这个是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血糖过高不是只会我会肥胖，不是说我今天会得到糖尿病。
是你的如果血糖太高，它是一个直接导致这个失智症的原因。对，我们现在讲哈，那个血糖高哦，那个我们都听过嘛哈，比如叫做糖化血色素嘛。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是什么？糖化血色素就是说血色素，它是个蛋白质，就是我们红血球里面的蛋白质，它就是对我们的氧气啊运输有帮助的嘛。好，但是我们血糖高的时候呢，血糖会让这个血红素的这蛋白质糖化作用。其实糖化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非常常见。譬如说，我们吃牛排的时候呢，他去烤牛排嘛，对不对？对。叫我们叫做梅纳反应。梅纳反应就是糖化作用。我们有时候想要吃那个日本酱菜塔古旺，对不对那个大羹那个东西嘛。对。那吃起来它就是那个东西去泡糖水嘛。所以它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糖化作用。对。那这种糖化作用呢，就饮食而言是好吃味道很美。对。可是那个东西如果是那个蛋白质，如果是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蛋白质，那个这个蛋白质就坏掉了，会坏掉。那这种坏掉的蛋白质呢，它会引起发炎。那我们全身地方的蛋白质都坏掉了，你会发炎。我们现在讲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蛋白质糖化可能不太了解。我现在讲一个有点毛骨悚然的例子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婴儿的骨头是白色嘛？对，骨头是白色嘛它干净的嘛可是你看看我们老年人死掉以后呢，我假设有机会我们去捡骨，灰色，你看到土色嘛？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骨头里面蛋白质糖化作用嘛。所以我们从颜色可以看到。所以我的血液中的糖分越高，代表我整个人都泡在糖水里面。对。那我如果血液的糖分越高，我就泡在糖水里面，我的糖化的这个程度就越高。对。那我就等于是被腌制。对，没错。我的人在腌制当中。对，这个腌制东西就是因为你不是食材嘛，食材要好吃嘛，可是人的话会引起发炎。对。所以我要去避免我的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第一个是我的血糖一定要降下来。对，我们要血糖真的有那么多问题。那血糖问题你刚刚讲到，你要避免慢性发炎。对，慢性发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说，你要去照，因为之前好像蛮久有去照这个正子有去照脑袋，去看你的脑袋有什么。那照脑袋其实有个叫做类淀粉蛋白。对，你要不提到说，因为糖的关系，所以我才糖化以后我就会发炎，这是你身体整个慢性发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你今天就帮我们带来这2张图，这一张图的对比就是我左边是正常的，我右边是失智症的这个图。右边看起来有点是吧，它就已经慢慢的空洞化了，也就是说，是因为我的发炎的关系，导致我的整个空洞化吧？对，我们发炎的来源它是有很多种了刚刚讲到说那个血糖高那个引起的是它是一条路径，另外一条路径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贝塔类淀粉。那贝塔类淀粉它也会引起发炎，它甚至也会让脑细胞死掉。对，看起来相当的毒了它让这个附近的脑细胞死掉，所以说脑的容量体积就会缩小了，所以看到整个脑就会变成扁掉了。对，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市场上我们看到说卖猪脑，可以看到脑回是蛮饱满的嘛，对不对？中间的就脑回路回路之间没什么空隙嘛，对，紧密在一起。但是呢，阿兹海默病人呢，他会因为脑的容量减少了，所以说这个脑回路之间呢，它会拉开的，对，空隙越多。所以我们看上面的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脑室变大了，脑回之间的空隙也变大了。对，可是我弟说。它萎缩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萎缩的原因是因为发炎，是因为糖尿病，是因为我没有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个是这样子就是说脑细胞死掉，它就会让它变成所以那个都是脑细胞死掉，脑细胞死掉关系。脑细胞死掉，所以说容量减少了嘛。对，脑细胞死掉刚刚就是说有毒物嘛，有毒物有伤害，对，有发炎。那发炎的来源有很多个，是刚刚讲血糖升高的造成的是一个来源，对，贝塔类淀粉是另外一个来源，对，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医学里面都强调是贝塔类淀粉没有错啦，贝塔类淀粉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里程碑啦，1960年德国的医师对这个老年失智很有兴趣，他把那个一个50多岁的妇女那个因为失智死亡以后呢，把它做解剖。
啊，看到脑袋瓜就长这个样子。对，然后显微镜看到呢，哎，在这个灰质地方看到有很多的蛋白质的那种斑块。对。那他因为说这个就是用来诊断这个老年失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那个医师叫做阿兹海默，所以我们讲叫阿兹海默症是这样来的。对，那好，那现在我知道，等于说我今天的空洞化，我在这个脑室刚刚在对比这张图，你看左边正常的它就是非常的密。右边的失智的是，它就等于说中间的空隙就非常非常大。那你说这是因为脑细胞的死亡？因为脑细胞的死亡，它的空隙会那么大。那脑细胞死亡的原因，在刚刚讲，糖是一个原因，糖是个原因，发炎是一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原因？刚刚就讲贝塔类淀粉是一个原因。对，贝塔类淀粉。现在问题是说，贝塔类淀粉它是个蛋白质嘛，对，那蛋白质知道来自于基因嘛，基因每个人都有啊。对，怎么会好端端的说你那个基因表达贝塔类淀粉，然后变成斑块来害自己的脑细胞？这不合理嘛？为什么？因为说贝塔类淀粉分泌出来的时候呢，它本身有它功能，它是可以用来杀菌的，可以用来吸收重金属的。对，那现在说你如果有不停的去挑战它，有感染挑战它，有重金属挑战它，它就分泌很多嘛来保护你。对，保护完毕以后呢，那这些怎么办？这就变垃圾了，就累积在你脑袋里面，然后就反过来杀你的脑细胞了。所以它的回旋还是因为你发炎，我要打抗发炎，抗发炎以后我会产生很多垃圾，垃圾又留在我的脑子里面，然后留在这些垃圾里面就开始又侵蚀我的脑子。对，它会变成一个回路。是，没错。那这意思我们知道说您也是基因检测的一个专家，那你也做了很多的基因检测，那您自己对这件事情也非常关心，就是说你自己要预防这件事。对，好，那预防这件事情说好，那有人讲说，那它会不会是天生的？有人会说这个阿兹海默症或者失智症，它其实就是一种这种基因的问题，是我遗传的问题。如果我有这个遗传，我有这个基因，我跑都跑不掉。那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我们刚刚提到贝塔类淀粉，那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基因制造的这种蛋白质嘛，只不过说后来这个变成垃圾嘛，好，但是呢，如果这个基因这个贝塔类淀粉的基因产生突变，那么它产生以后呢，正常的管道无法清除它，这个本来是可以清除，只是累积太多变垃圾嘛，现在是无法清除，对，所以它是通通变垃圾，那么这种现象出现的有这个基因突变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发病，对，一定会发病。那哪时候发病？在65岁之前他就会发病，所以我们叫这一类的，我们叫做早发型阿兹海默。对，那跟这个有关系的基因有3个基因。那我们现在都可以验了，有3个基因。3个基因。如果我的身上检测有这3种基因，我非常可能在65岁以前就发病。是的。那哪3种基因？这个3种一个叫 PS1、PS2 这样子我这个名字不重要了，你知道有3个基因就好了。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不就某种程度来讲，我就被诅咒了吗？那等于说我如果真的我有这3种基因，我一定会得，还是我有逃避的可能性嘞？不，是这样子那个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那个基因突变的话，你是一定会得病，因为它叫显性遗传。显性遗传就是你有这个基因，你发病发病率很高。对，你终其一生你只要活得够久，它会发病。但隐性的话它是不会发病。那它会传给下一代。但是这个突变是属于显性的。所以会发病，但是问题是说，这个突变怎么来？来自于你父母嘛。我们人每一个基因它都有2个拷贝，对，2套嘛，一个来自于爸爸，一个来自于妈妈嘛。必须说有一个拷贝是坏掉嘛。就是说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他在65岁之前，对，他就有阿兹海默，对，你要强烈怀疑他有这个基因突变，所以说你有可能会传到他的基因，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嘛。那我们常讲早期治疗、早期预防，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我可以。那如果我早点知道，你刚才讲65岁以前会发病，那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40岁知道，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逃避吗？还是那你无从逃避起？那个基本上我们讲难听的，目前为止是无从逃避，但是你可以提早规划。你可以提早规划。假设你知道你有这个基因突变，对。你是不是在你生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可以谨慎一点，
哦，你可以在那个胎儿的时候做产前检查，是哦，不要让这个带有基因的精子或卵子传给下一代。对，哦，这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嘛？哦，就所有的厄运到你这一代为止嘛？对，对不对？啊，你自己可以提早规划，你知道你65岁以后呢，大概就是不省人事嘛，对不对？哦，你可以提早规划。可听到你这样讲，让人家觉得有点沮丧，居然有一种东西没有办法处理。现在不能处理了，但是我们知道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说基因的剪接、基因修改，将来可行嘛？对，现在是在实验室的，但是以后一定可以变成临床可以用。是。好，那另外也提到，就是现在也很多人讲说，这个失智的状况跟睡眠是有关的。我们看到比尔盖茨是一直在提倡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父母有失智状况，所以他就去研究这个失智，他就发现说，原来他跟睡眠是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关系。对，那现在也有医生出来讲说，你是吃了安眠药的，有做统计，吃安眠药比例越高的人，你得到失智的几率是越高。那到底是因为你睡眠不好，还是你吃安眠药的关系，都会导致你造成你的失智？啊，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退回来想说，我们现在讲的情况是属于晚发型，不是刚刚讲的早发型。哦，早发型就是你得到那3个基因之一，啊，你就是认了哦，那就认赔了。啊，但是这种早发，但你说那65岁以前都会发生？对，但是这个比例不高了。哦，这个比例不高。哦，那大部分的失智是属于晚发型的，就65岁以后发病的。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晚发型的，它有没有跟基因有关系？我本身我们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因为有那3种基因的人是非常少数，很少。OK 那大部分人失智是属于晚发型，晚发型就是65岁以后发生的。啊，那65岁以后发生的呢，跟基因有没有关系？跟基因有没有关系？有。那个基因呢，当然好几个啦，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最多的基因就叫做 ApoE4。ApoE 是个基因。这个基因呢，它因为上面的那个 DNA 序列不同，所以有2号、3号、4号。那这个 Apo 基因呢，我们看看说，人类演化之前叫猿猴嘛，猿猴也有 Apo 它也有但是猿猴没有 ApoE4号，它没有4号的4号只有人才有，人才有4号的它也是从这个 ApoE 的原型演化出来的。演化出来以后呢，这个基因其实是对人类是有帮助的。演化是一定是这个基因会这样变化，一定对人种是有帮忙，它才演化出来的。对，猿猴它是它的饮食我们人类的演化的时候呢，饮食改变嘛。从比较吃素改成比较吃荤嘛。对不对？因为开始吃比较油嘛。对所以说这个 ApoE4 呢，它是对我们糖类的代谢它会比较低，对脂肪代谢会比较高，所以让我们人可以适应。对，那另外呢，ApoE4 呢，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感染。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这个C 型肝炎，对，你如果是 ApoE 的话，ApoE4号 ApoE4 的话，你得到 C 型肝炎机会就比其他人低。它是有保护作用的，是有保护作用。那为什么我有我会因为失智？对，这问题啊，所以你有这个保护作用它对那个我们那个人类演化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生殖提高，是没错。对，所以对我们人类演化是有帮助。但是呢，那个是人类演化就是要繁殖后代嘛。对。那原始人而言，繁殖后代以后呢，也差不多也挂了嘛，对不对？年纪不会很大。对。可是现在人社会不一样啊，活到80岁，现在长寿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会在乎生殖吗？不会嘛，现在都少胎嘛，现在不生孩子嘛，对不对？那等等那个，所以说 ApoE4 的它的优势好像就没了。没了。那它的劣势呢？防止感染的优势没了。对，那反而它的劣势就出来了。它劣势是什么？劣势出来就是说他说让我们的脑袋瓜对糖类的利用比较降低。那你比较降低，那才会产生后果。但是我们不晓得，假设我 ApoE4 好了，我不晓得，我还是一样吃很多糖。
哦，那个这就不对了嘛。就如果我有 ApoE4，可是我的脑袋里面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的一个糖，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的糖，然后那个糖你刚刚讲的，它的发炎的指数对我的这个脑袋的这种脑细胞死亡的比例，它就会增加了。对，我现在举个例子，我们脑袋瓜那个脑细胞呢，它利用葡萄糖。绝大部分脑细胞就是你有多少，我都照收。对，有一个说法，我们好像20%的能量都是在脑袋。对，就是说脑细胞就是说你有多少葡萄糖我都用。对啊，这个就是第一优先的燃料。但是呢，某些脑细胞呢，它需要胰岛素的帮忙才能够进来的。譬如说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控制记忆的那个海马回嘛，它就是需要胰岛素的。好，我们正常的细胞呢，是所有那个葡萄糖进来，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利用。但是有 ApoE4 的人，他进去的效率不好。所以说你虽然跟别人吃一样多的糖，可是脑袋瓜能量不足啊。对，它进不多嘛。所以呢，你会吃更多的糖分嘛。你吃更多的糖分去弥补嘛。对，你吃更多糖分以后呢，你就会造成胰岛素增加。胰岛素升高以后呢，就会让胰岛素通过 BBB， 就是血脑屏障的那个通过率下降，所以说你的海马回得到的胰岛素就会减少。对，所以海马回得到的葡萄糖跟着少。所以你说这个是晚发型的这个失智症，它就有一个 ApoE4 的这个状况。对，那刚刚还是回到说，那有人讲说。人类也有一个清除我脑袋的这些等于说杂物的这些能力，就是我在睡眠的时候。对，所以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那睡眠等于说，只要如果我没有办法深层睡眠，我的睡眠时间到底要差多少？是在整个怎样的状况下，这个睡眠跟失智会有关系？我们脑袋瓜会产生一些废物嘛？这些废物我们如何清除？这个东西我们以前都一直无法了解，因为我们身体有淋巴系统，脑袋瓜没有淋巴系统。脑袋瓜没有。那后来发现说，脑袋瓜的它有一个类似淋巴系统了但是结构是不一样的了。那概念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深睡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脑袋瓜它会缩小，缩小以后呢，就让细胞之间的空隙拉大。拉大以后呢，那个废物呢就可以随着那个挤出去，流出去。这种东西，这个是我们脑袋瓜里面一种特殊清除废物的系统。对，好，那你如果睡眠不好，它这个过程它就会减少嘛。说那睡眠不好，那我就吃安眠药嘛。对，安眠药可以让你睡着没有错，可是呢，它这个清除效果呢，它打折。所以清除效果不好。你如果偶尔一天没有擦，你第二天补眠你会回来嘛？那你做长期的话，就是那废物清除的就是效果不好，所以脑袋瓜里面会有一大堆废物。那我要睡多久，我的脑袋瓜才可以清除的干净嘞？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其实睡眠通常讲7小时，其实它的品质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是清除。你其他深层睡眠是清除杂物，所以我就算睡了10个小时，如果因为我们现在都会戴手表，手表都会告诉你的深层睡眠嘛，对，我就算睡了10个小时，可是我的深层睡眠只有30分钟，那也是不够的。当然就是你看时间嘛，是30分钟当然是比10分钟好嘛，对不对？当然比40分钟就差了嘛。所以说深层睡眠是重要的。我们大部分的睡眠的时间呢，深层睡眠其实是短的。对，所以说我睡眠长，当然。理论上比例上会增加了，但是这个不能按照比例了。是，电视看不到的加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